看这动啊不动。打从空着的啊，空着的6、7点钟才叫困来得了。对啊。困到现在要困半日天的。啊要。下一代都困来娘噻。他不带着去吃个呢。不让吃蛋黄。不吃个。为啥他家来的？我娘吃这都渴了一大嘞。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10款适合江浙沪晚的夏日草花，今天继续推荐几款耐热的草本、球根以及木本植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今年6、7月的夏天，我所在的无锡的最高温大约在32到40摄氏度，没有去年长时间45度以内那么夸张，但也是挺热的。看画面里上午10点半的太阳已经非常晒了，我也给几棵绣球拉上了遮阳网。先给新手花友提示一下，这2期视频主要是做一个我这边的开花品种计时，6、7月仍然在开花的植物，但不少品种可能马上就要歇菜了，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在明年早春或者最晚初夏购入，非常不建议现在入手。而且能开花到6、7月，不意味着它能度夏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度夏品种，我大概会在10月份出一个总结视频。我们这里夏天很长，9月也是很热的。今天推荐的第一个耐热花卉百合花，我是今年3月30号种的球根，到6月初开花，一直能开到6月下旬，可以做切花。它的开花周期一般是固定的，你种的早就开得早，反之就开得更晚，是多年生的。在6月底剪掉以后，它的球根还会继续在地下吸收养分，一般第2年会开得更大。然后上一期提到的新几内亚凤仙花缺水打蔫了，有待观察。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，目前的状态是从缺水中完全恢复，还在持续开花。第2，中华桔梗，蓝色的就是，现在3伏天还在陆续开花，但注意别缺水。我另外2颗白的和粉的，就因为没有浇水，所以干死了。但这颗每天浇水就完全没事，而且冬天不怕冷，是多年生植物。第3，月季珊瑚果冻，我的草花推荐系列从来没有混进过月季，但这个品种在高温天表现实在太好了，一定要推荐给大家。这是7月6号的开品，已经开了几天了。后来我剪下来，它又在屋内开了10天，基本上只有花色的变淡，没有掉花瓣。对于月季来说，算是超级塑料花了。我觉得它的耐热性是优于安索菲比克的。安索菲比克我已经推荐了2年了，夏花优秀，植株耐热，但珊瑚果冻又是另一个级别了。它不但在高温下开品不受影响，更重要的一点是7月份它照样抽枝展叶，长势正常。而安索菲比克植株健康的同时，发新芽的速度是比较慢的，可以预见假以时日，这颗珊瑚果冻的个头会更大。看来知名度高、经历过市场多年检验的老品种还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。第4，千头菊，早春买回来开了一波花，到6月中旬复花，由于照顾不周开得比较惨，好好养护的话，这个品种花料还是可以的。第5，白子莲，从6月初开到7月上旬，蓝紫色系的花园植物，高高的茎杆和伞状花序是花园里独特的存在。花朵凋谢后，可以把种荚摘掉，保留整个茎杆和花头的骨架部分，有助于回流营养的同时，仍然具有一定观赏性。旁边的花烟草在6月底花期将近结束，目前结了很多种子，植株即将死亡，但它自播力强，明年见吧。第6，细叶美女樱，非常不怕热，而且它靠着藤蔓到处占领地盘，从巴掌大的小苗扩展到了1、2个平方，星星点点的开着紫色小花。第7，穗花婆婆纳，春花过后修剪了，7月中下旬又开了第2波花，花序细小但数量很多，也是非常不怕热。第8，满天星，花朵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搭配植物，其实一直在勤勤恳恳的开花，耐热耐寒，多年生。第9，紫菀，第1波花谢了以后，持续零星开花，是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多年生草本。最后介绍2款木本植物。第10，紫薇花，紫薇花是夏季花园的主角之一，7月初开第1波花，紫薇花量大，长势快，特别懒人，种下后基本就不用管了，每年到点就会开花。第11，穗花母金，满树的蓝紫色穗状花序，仿佛开在夏天的薰衣草，长势飞快，只要买1棵小苗，1年就能长成1棵小树。7月份剪掉残花后，后续还能再开1轮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觉得有用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